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普贤行愿品当中呢，就前面讲了加心什么气质功，然后真心广大发愿，结心以功德这个结尾啊，就舍意，以功德舍意或者结尾。那么现在是第三个，就是以结心以功德这个舍位呢，分那个暂时的果报和这个究竟果报，或者是合适的果报吧，就是来世的果报，就是可能分两个方面的。其中就是第一个就是昨天讲完了，那么今天讲的是第二个，就是来世果报，主要是可能就是以来世果报为主，就这样讲的。那么这个也是分三个方面，就是首先是讲这个获得这个世间这个异俗果啊，就是获得了这个世间的这个异俗果，讲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怎么说啊？就初心众类及容舍相好智慧先圆满，诸母外道不能垂，堪为三界所应供，堪为三界所应供。那么这个就是说就诵持普贤行愿品的话呢，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就是获得了这个异俗果啊。就是也有，我们知道这个异俗果的话呢，不论在这个人当中，还是在其他当中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其他同类的众生呢，就是没有的这个很多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功德啊，就是功德。那么这里就是讲呢，就是念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种族高贵，还有呢就是它的容貌端正，还有这个端正，然后那个色彩就是润泽啊，就是这个还有这个相好圆满和智慧这个圆满啊，就是这个智慧广大，然后一切魔种和外道都不能摧毁。并且呢，就是成为整个这个三界当中的所有众生的这个因供处啊，就是讲这几个方面的。所以我想大家就是一定会是听到这个功德之后呢都会就是愿意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因为普贤行愿品就是念了以后呢，就是它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有不可思议功德的原因呢，就是将来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啊，就将来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具有就是在我们这个众生当中就是比较这个超群的一些这个功德。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种族和种类，也可以说是这个种族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高贵的，就是像印度呢一般是婆罗门呐、王族啊，就是比较这个富贵的一些族。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虽然并没有特别的这个讲究这个种族问题，就是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人类呢，因为前世的这个艺术过不相同的原因啊，就前世的这种因不同的原因呢，就是寄生当中呢，的确也是比如说就是两个这个双胞胎的话，那就是一个就变成了就是很多人们就是比较这个恭敬的这个对敬的，一个呢就是不能成为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就是有权利、有地位、有这个财富的，就是人人都非常这个恭敬的。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也是像官员呐、像一些这个富翁啊，就是之类的人呢，那么人们都是会非常这个恭敬供养的，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人类啊，就生生世世当中。然后呢，就是念普贤行愿品的这种人呢，就是他是在这个无论是转世到这个人和这个众生当中的话呢，他的这个五官就是端正啊，
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容貌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庄严啊，就看起来的是就根本就是照不到，就是在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个子的高矮方面也好，或者说整个这个五官方面的话呢，我们实践人呢，就是有时候是很难就是找到一个特别就是找不到这个缺点的，就是这样的人很难找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前世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就是如果真正这个生生世世念诵这样的话，那就是那么生生世世都会他的整个这个形体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可爱，就是也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包括它的这个肤色啊，就是肤色的话呢，就是像那个佛陀的这个乳舍一样的这个金色那样的，或者是不管是白也好，白里透红也好，有些人本来那个比较好，就是整个这个就是整个怎么说啊，就是面容都是比较好看，但是肤色就是不好。有些是肤色还比较润泽，就是有这个光泽的，但是呢，就是又长得不好，就是所以，就有这个好多的这个缺点。自己也是觉得，就是现在城市里面的试镜的是，就是在脸上就是涂抹这个东西，涂抹那个白色的、红色的、灰色的，有些是那个就是好像是里面的是有各种这个星星一样的，就是有这个什么清明星啊，就是有这样的。反正现在很多人但是如果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呢，就是不需要就是这个涂上啊，就是念上啊，就拼命的就是敷各种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就是这是这个好像有些讲义里面就是容和色呢，就分开的，还有这个相号，就是相号的话呢，就是32相和这个80号，就是80岁号，就是如果这个得佛陀的时候呢，应该有这种这个相号，如果没有得佛陀，一般这个转轮王和就是比较就是高贵的高尚的这些人呢，就是与这个相号比较这个相同的，有一些庄严的这个相吧，就是跟这个身体呢，就是有不同的一些特别就是壮观的这个相，然后呢，就跟与众不同的一些这个就是有些这个这个特点，还有这个他的智慧呢，就是能牵出一切黑暗的、愚痴的这样的这种智慧，不管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这些智慧呢，就是极其广大，所抉择的呢，就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出入的这样的这个智慧圆满。智慧圆满就这是居住的，就是这方面就是这样的，就是念普贤行愿品的一般生世都是的确也是这种人呢，就什么方面就是人具有了智慧，然后从各方面的这个功德去具足的话，就这是非常这个需要的。就是我们经常也是讲那个就是气德就是实践的这个气德，比如说这个高尚具有这个财富长寿就具有什么这个智慧就是无比呢等等，就是那么就是这些具有这个七种这个德就是七种德，就是还有这个缘分好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人们这个生生世世当中还是非常这个需要的，非常这个需要的。这样呢，就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就是会这样的。有些法师经常讲就是大家好好的这个信这个善法，就是如果好好信这善法的话呢，你这个生生世世的一定会是这个好看皮肤细如什么什么，一定会是什么什么，就经常讲这些，就很多人也喜欢听，就是我们这个就讲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有些人都不一定，就是尤其是在家一些居士或者是一些年轻人当中的话呢，你好好念佛，你长得很漂亮，就是肯定非常不错的话，那就是都会拼命的使劲的会念的那个。所以这是那个就是居住方面的，还有呢就是在实践的这个默中就是什么是默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三法度这个三法这个慧命的，度三法命的，就是前上大智度论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默。那么就是默完不熏为主的所有的这个世间的成千上万的这些默中呢，就是也是不能就是对你这个丝毫的这个摧毁或者是这个破坏就是破坏。同时呢，就是不信仰这个佛教的实践当中各种就是60种360种当这个外道就是这
些外道徒的话，那就是对这个佛教徒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呢，就是都不会就是任何有这个损害的。我都经常想，就是像以前那个上师如意宝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些传承弟子的话呢，也就可以说是终身都是这个修普贤行愿品的，一直念诵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在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是在他老人家的道场和相关的一些这个传承当中的话呢，一般就是邪魔外道都是很难以这个就是进入，就是可以说是无迹可乘啊，就这也是一种不共的这个缘起力。我想我们汉传佛教当中也是特别精进，就是念诵普贤行愿品的这些大德的这些大德们的话呢，就是在弘法利生的这个旅途当中的话呢，就是几乎都是所有的这个魔种啊，所有的这些违缘的话呢，就是全部都可以这个有能力呢，就是对付或者说是这个摧毁消灭，就是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就是身心就是这样的这个金刚语啊，就身心金刚语，一定要就是以后在自己的这个有生之年当中呢，就是好好的这个念诵普贤行愿品。以前上师如意宝的就是讲过，就是本来我们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出违缘的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八大法性里面的一些蒙修仪轨啊，还有这个金刚诀啊、马图明王啊，还有那个就是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蒙修法。但是这些蒙修法呢，就是我们这个修持蒙修法的这个人呢，他就是没有这个大圆满或者说密法的深远次第的境界的话呢，虽然这个法很殊胜的，但是有些使用起来的话呢，也不一定是或非常的这个成功。不如呢，就是以这个慈悲心来就是念诵啊，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在修道过程当中的一切的这些违缘和障碍呢，就是全部会这个销声匿迹的啊。所以上师以前讲那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是亲口就是这样讲过。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有时候啊，经常就是听到是啊，我现在修行过程当中又出现魔障了，又出现违缘了，就是这种违缘呢，当然有各种各样，有些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的一些无性的这个非人的一些违缘呐，在你的心里面呢，就是产生一些恶念呐，然后你的行为呢，就是不知不觉的是往这个恶法方面呢，就是开始这个就是转移啊，就是有这样的。有些呢，就是表面上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亲戚啊，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好朋友啊，就是他们的，但是他们的这个言行举止呢，也有可能就是粗暴的行为，也有可能非常这个温和的这种手段。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让你离开这样的这个正道，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魔种啊，就是也是一种这个外道的这个违缘。那么这些违缘对我们修行人来讲，经常呢就是会这个就是遇到的啊，就是这些的诸如此类的很多的这些魔障啊，就是有形无形的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依靠这个普贤行愿品来会这个迁除啊，就是会这个迁除。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就经常呢就是要这个懂到了，就是什么是这个魔的话，那就是其实魔呢就是按照这个大乘，就是比如说像大智度论啊，或者说是一些华严经的观点的话呢，基本上是属于自私自利的心啊，就是自私自利的所有的心呢，就是属于是一种这个魔障尤其是利益众生方面呢，你不愿意发心啊，或者是这个发一个这个孝的这种发心啊，或者说是你这个只是仅仅的就是修一点点善法就已经足够了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难度啊等等，就是《华严经》里面讲了十种魔障啊，就是十种魔障，其实这些都是就是以这个大乘发到大菩提心，或者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前提下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行持六度万行，与他相违的一切的这种言行举止呢，就是称为是一种这个魔障啊，就是对菩提心相违的一切这个行为呢，都是魔障的。这是从比较这个就比较严格来讲的。当然，我们平时呢，就在生活当中是经常就离开善法的一切的声音也好，一切的形象也好，一切的这个念头啊，就是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它是一种这个魔障。所以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呢，真的也不会就是遇到就是这些，即使遇到的话，那很快会就是远离的啊，就很快会远离的啊。所以我们
就是再三这个希望呢，就是在座的各位啊，就是不管是你是居士身份还是出家人的身份，现在就是污浊恶世啊，就是可以说是某种极其猖狂的这样的这个时代当中呢，我们现在如理如法的这个修持正法的人呢，可以说是这个凤毛麟角，就是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那么这些人呢，也随时的是自己呢，就是有一个可以说像那个就是披上这个铠甲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对抗这个敌对。就原地的一种这个能力，或者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大算，就是那么这个是最好是这普现心愿品。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念一些这个护论的这个咒语啊，有些人呢，就身上就是披上一些这个铠甲啊，就是包括有一些这个就官兵的话呢，就是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呢，就是身上就是一直就是别人的这个子弹不会这个穿进来的，就是我看到这个很多美国这个士兵的是他们这个穿的是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原来在伊拉克那个在那边打仗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在那个我也不是去伊拉克去看的，但是呢，在其他地方就是看了以后呢，我觉得是特别可怜。他们是有时候是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在外面就是放子弹的好多东西就穿了就是很多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那就是也不一定担心这些啊，担心这些。但是确实是魔动的子弹的话，那比可能实践的这个子弹就是更要这个厉害的，就是更要厉害的。一旦就是穿入了你的这个心脏以后的话，那就是无可救药，就是有这样的。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很多道友的话呢，也是最后这个入了这个子弹以后，就没办法，就是最后就是。所以呢，就是经常念诵普贤行愿品呢。还有呢，就是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人呢，就是可以说他是就是在三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人天呐、众生呐，就是对他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平做供养的话呢，也是可以这个接受的，因为他是就是可以怎么说啊，就是就发大乘菩提心，然后呢就是念这样的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就是别人就是对你这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诸天人的话呢，就念普贤行愿品的人，这个做这个菜下的这种围城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天王也是在可以这个顶戴啊，就是这个天王也是可以顶戴的。所以呢，我们实践当中的各种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不管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经常呢就是接受这个别人的这个供养啊，接受别人的定力啊，接受别人的这个赞叹和恭敬的话呢，自己就是担心呢，就是接受不了，就是有时候呢也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担忧。其实呢，念普贤行愿品，把这个三个呢，就是好好的这个回向的话呢，一般的这个世间的一些有漏的这个财富的这些遗俗过报的话，那就是完全的是可以这个消解。而且呢，我们经常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什么供养的话呢，那至少也是就是你就供养比较大的话呢，就是专门为这个亡人或者是为这个活人呢，就是那么就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做这个回向啊，就这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话呢，一般这个供在啊，就是这些都是这个就念这个碎念三宝经和普贤行愿品啊，就是一直是有这样的这个传统啊，就是一直有这样的这个传统。因此呢，就是这个念普贤行愿品呢，就是在生生世世当中都是就是得着这种这个果报啊，就是得这种果报。那么这是第一个科盘，第二个科盘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出世间的功德啊，就念普贤行愿品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功德。那么什么样的出世间功德呢？就是速以菩提大所望，作以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舍。那么念普贤行愿品以后啊，就是今生当中，因为他的这个功德和他的这种这个加持力吧，就是加持力，在将来的这个生死当中的话呢，就很快的就是会就是获得了这个佛果。要获得佛果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就是需要就是前往这个具有16功德的这个大菩提树下，就是像这个印度金刚座这个树下的话呢，就是当时这个世尊也是在6辆这个苦行
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前往这个大菩提就是迦叶啊，就是在菩提树下呢就是金刚跏趺坐发了这个广大的这个誓言呐，然后在这个座位上呢，就是如果没有大彻大悟的话，那就是不会这个就是起定，就是然后呢一直这个发坚定的誓言以后呢，就是在那里就是成就的。所以我们就是念诵普贤行愿品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行者的话呢，最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成佛的念普贤行愿品的目的应该是这个最终的这个目的是这个成佛的，而不是发财，也不是什么这个让你暂时脱离这个病苦啊，脱离厄运呐，就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最终是这个佛果，就是佛果是因为这个佛果与这个念普贤行愿品之间呢，就像我们译名里面讲的这个尽取因和尽取果之间的这个差别。修普贤行愿品的这个法门的这种人呢，实际上将来呢，就是迟早都是一定会是获得了就是大菩提果位的，就是这一点呢，就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知道啊，知道是这个到这个说就是会将来的，他会就是到在这个在菩提树的树望下，菩提树望下呢，就是然后就是坐着这个像佛陀一样的，就是这个金刚这个跏趺坐啊，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魔王波旬等很多的这个人天的这个魔种啊，来就是进行干扰和扰乱，或者说是这个摧毁你的这个菩提道性，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不但是不让这个摧毁自相续的这个道性，就是反而呢以大慈大悲心，就是将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魔种啊，就是全部这个降伏无余啊，就像《世尊广传》里面，其实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什么这个佛本心基金里面呢，就是从整个这个苦行啊、成道啊，然后这个降伏魔种啊、转这个法轮啊、利益众生啊，这些过程呢，就是讲的非常的这个细致啊，就我们。也是以前那个就是经常就是看过一些这个佛的这个本身传啊，就在这些本身传里面就是所讲的那样，将来我们就是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在不同的刹土当中，那他也讲呢，就是说到了阿弥陀佛的这个受记啊，受记，那么在不同的这个刹土当中，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那个菩提树下就是做完了以后呢，就是马上这个降伏就是所有的这个时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男魔女魔当就是一切魔君呢，就是全部就是摧毁，全部这个魔障全部当然是外在的，就是我们世间的各种魔，内在的就是烦恼魔和这个所知障啊，就是所有的分别执着的这些魔障啊，就是这个是最大的一种魔障，就是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这个清楚的。那么这些魔君全部就是降服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大彻大悟，就是完全就是通达了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来面目啊，就在这个时候呢，自己所证悟的这种甘露这个境界的话呢，为这个有缘的众生要这个传递，要传递的时候一定要就像这个佛陀一样的，就是转这个三次为主的法论啊，就是转三次，主要是转三次。其实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呢，也是就是第三转，就是属于这是第三转，就是法论的。华严经是在藏传的，这个有些疗愈经典，就是在法门这个色的时候呢，就是第三转这个经典里面，就是第三转经的，因此呢，就是会这个转这个无上的这样的这个妙法论，然后转法论呢，就是完全是这个利益众生啊，我们并不是说，比如说像实践的一些老师啊，像实践的一些教师的话呢，就是他就是当上这个老师的位置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养家糊口啊，自己得一点，但是不是他所有的这些目的全部都是为利益众生呢？不一定啊，就不一定。当然是我们不排除有些人是确实是就是无私的一种奉献的人呢，也是有一些。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获得了大菩提的时候呢，他最终的目的呢，并不是不管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或者是我们这个现在发菩提心的任何一个人的话呢，他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不是这个自己就是享乐，自己这个寂灭，自己享乐和寂灭的话呢，这是我们大乘最忌讳的、最排斥的一个观点，就是可以这么说的啊，就可以这么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到最后呢，就是用这个佛法来，就是饶益这个无量的这个众生啊，就这里含生知识是具有这个
个行使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念普贤行愿品是什么目的呢？就是要这个成佛，就是最终的目的就是成佛。那么成了佛以后干什么做什么呢？就是要这个利益众生。通过什么途径来利益众生呢？以这个佛法来就是利益众生。那么以佛法来利益众生的话呢，一定要这个转法轮就是没有这个转法轮光是这个像那个一些就是怎么说就是一种这个境界，就是像如来一传那样的话呢，就是有一点的这个困难。就如来一传的话呢，实际上强面仁波切的一个什么问解脱的这个功德里面呢，就是将这个从这个释迦牟尼佛到就是先界前佛的最后的佛的这个就神界佛之间的所有的这个如来的话，那就是其实也可以属于是如来一传就这好像我们前行里面也讲过，不知道我讲过没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别人就是可能不一定能接受得到，就是比如说弥勒佛和释迦牟尼佛之间的关系什么呢？他是这个如来这个一传的，就是一这样的一种这个传说。而我们现在众生的话呢，就是可能是在没有这种这个境界，没有这种境界的话呢，那么佛陀也好，菩萨也好，就是平时我们一般的这个实践的这个菩提伽罗的话呢，就是应该以这个佛法来就是饶益这个众生。佛法来饶益众生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先观察自己的心，先是不是自己为了就是宣扬自己，或者是为了就是自己得一些这个名利就如果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像这个给别人这个传输佛法的话呢，那得不叫这个传法就这叫做是什么呢？就是贩卖佛经，就是可以说是应该说是就是把这个佛呢就是拟成一种这个招牌来，就是就像现在就是搞这个什么传销的这种这个宣传一样的，就是尤其我们这个佛教徒呢，真的是把这个佛法呢就是作为他的一种这个手段，就是他自己呢就是目的是我要么是得这个名声，要么是得一个位置，要么得一种这个财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最好是不要这个传法不如自己去打工，就是自己去挣钱，就是让自己扫厕所，就是那这样来挣钱更亲近，就是确实就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甘露呢，以这个来就是想挣钱，以这个来就是作为，那这是非常这个不合理的，就是的确也不合理。现在时间很多人呢对佛法的这个理解误解，就是住在这个地方。有些人呢，的确也是我前两天就是所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出了家以后的话呢，其实出家人呢，的确是他的这个任务是就是更重的，应该可以说是任重道远因为他没有这个家庭的约束，没有单位的约束，就是他完全出来了，就是那么出来了以后，就是他突发就是没有的话呢，就说明所有的束缚就没有了。那开始呢，就是自私自利的心都没有，就是真的要这个进入这个弘法利生的大队伍当中呢，就是应该真正的这个出家人也是需要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精神，才算是达成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出家人。当然，你如果是一个希求寂灭的，就是一种这个小乘这个出家形象的话，那就是可能自己就是希求一种这个过位，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知道，发菩提心，也就是说念普贤行愿品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成道这个成就转法轮。转法轮过后干什么呢？就是要利益众生。所以呢，利益众生是我们每一个这个修行人的最终的这个目标我现在很需要，就是把这个佛教的有一些道理呢，要给很多人就是讲，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根本不知道就是什么是这个佛教佛教的基本道理和基本理念的是，对很多人来讲是可以说是就是茫然不知就是非常这个可怜。包括有一些佛教徒就是有些这个寺院里面的一些那个就是出家人的话呢，就根本在这方面是不重视的。当然，我们如果这个建造一些这个佛殿佛像就是这些也是一个功德，所以就是我们不排斥，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功德有一定的这个功德。但是最主要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在人的这个心的相续当中呢，它可以建立这个佛床就是建立这个佛床，树立佛床。因此就是我们这个发大愿的时候呢，自己也应该怎么想，就是前面这个寄诵念诵的时候呢，愿我生生世世就是不管是在人当中也好，在哪里都是还是要成为一个不要就是变成了谁都是这个排斥，谁都是看到以后都是特别讨厌的，就谁都就是不愿意就是见的那种人人当中的确是有到哪里去，在人和这个人群当中去的话呢，在家人
的时候也是谁都就是不欢迎的，然后这包括出家人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班里面也不受欢迎，那个班里面也是不受欢迎的。然后哦，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我的这个运气不好，应该到另外一个道场可以吧？然后又换另外一个道场的话，在那个道场里面也是不受欢迎的，又换一个道场也不行，就是所以有些人的话呢，真的跟这个前世的遗嘱果报不好的话呢，就是谁都就是不欢迎的。有些人的话呢，不管是就是到哪里的，是谁都觉得说啊，这个人是真的非常这个，就是就怎么说啊，叫大家都是非常这个尊重、非常尊敬的，也有这样的。因此，我们先就是发愿，就是生生世世当中这个香啊，就是什么这个忠烈啊、相好啊、智慧啊都圆满。然后最重要的这个发愿呢，我们也不是说暂时的一个发愿就已经足够了，一定要大家都是要想，因为我们得人生是很难得，得这个人生以后呢，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生就已经这个离开了这个人生呢，就是谁都就是不好说的了。那么我们现在有机会，就是这么多这个僧众和这么多一些这个佛教团体，一切呢，哪怕是连一遍普贤行愿品啊，就是也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但这样一边观想的时候，一边自己也要这个思维，我念普贤行愿品，我今天就是回向善根呢，不是就是是为自己，一定要将来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我成佛，成佛以后呢，我用这个转法轮来这个利益众生啊。就现在我们凡夫人呢，虽然就是说是这个转法轮，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相似的法轮了。我们讲相关转法轮的时候，真正的这个法轮呢，就是佛陀和菩萨可以这个转的。我们凡夫人呢，就是转的话呢，就是转不动，就是有时候，即使转的话呢，就是但转呢，还是有时候是有一点的这个困难啊。因此，我们一定要就是转这个真正的这个法轮了，就是转真正法轮，要发这个愿，就这叫做是普利一切诸寒生。然后下面第三个是中介，就是说这个说法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中介这个发愿的这个功德吧，就是中介就是说发愿的这些功德，就是第三个。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数次即言说，国报为佛能正治，决定获生菩提道。那么就是说，这个从整个这个功德啊，就是全部我们这个总结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呢，就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就是念了这个普贤行愿品，或者是对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对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读诵也好，手持也好，或者是给别人演说，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只有佛陀才能这个了知的啊，就是而且就是最后的这个究竟的功德呢，就是必定会是获得什么？获得这个佛果啊，圣菩提就是圣菩提道的啊，就是获得这个佛果的，这是这个决定无疑的，就是不要怀疑的意思。好像藏文当中是，这个不要这个怀疑，就是普贤行愿品的长汉文里面也说了，就是莫生义理，好像什么就是应当地数是吧？就所以跟藏文比较这个相同的，就是不要这个产生疑虑，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这个接受啊，就是好好的这个接受这个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呢，就是对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我们这个当然，如果把它的内容就是让观想读诵的话，那就是功德是更大的。即使你把这个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不能完全的就是领会，但字面上啊，在口头上呢，就开始这个念诵啊，就是这个风诵，就是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自己这个手持啊，就手持的话呢，就是心里面就是进行就是把它这个结束啊，就是记在心里面呢，或者说是把它呢，就是经常就是放在什么这个一些这个佛堂里面呢，就结束。我们就平时讲那个就十种这个发心吧，就十种发心的话呢，其他的一些大乘佛教的话呢，比如说这个善谢啊、供养啊，然后这个施给别人啊，就给别人，然后自己这个读诵，还有这个听说啊，就是听说，然后这个结束，就我们这里这个受持，就是受持的意思，然后给别人这个演讲啊，还有奉诵啊，就奉诵跟读诵稍微有点这个差别的，还有这个思维和修行，就是这叫做是十种这个发心，就是什么那个《显观庄论》当中也是讲过，就是辩中辩论里面也说了，就是
什么心是发心则祸福具无量，就是那么信这个十种发心的人呢，就是获得了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啊，就是那么这是这个中的就是大乘佛法呢，就是如果我们信持啊，就是谁能读诵，谁能这个闻思修心，就是其实在这个十种发心里面，闻思修心都是这个闻思修心三个都是分开的，就十种发心。我们听课的时候呢，也算是闻思修心了，先听了，然后思维，再修的话呢，那十种发心里面好多的，然后边这样的时候呢，自己也要开始风诵和读诵都可以，都可以这个接受的。同时呢，就是自己在上面就是稍微那个写一写啊，就是我看有些人的字体就是很难看的，然后就是写那个写人的时候呢，就是写罢一样的，就是然后有些呢，尤其是像我一样，就是比较这个语速快的话，那就只是写一个字，然后后面就忘了，就不知道什么，就是然后一直听着这样，最后又不写了，就不高兴了，等等，就是凡是就是说普贤行愿品的，就是读诵的，然后自己受持的，还有呢就是给别人这个演说啊，就是跟别人书制里面呢，我们这个在这里是从那个广义上讲的话，闻思修行全部都有，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这书持里面，就是你要这个自己受持啊，就是然后那个或者说是经常呢，就是带在这个手里，就是带在这个就是身边的，带在身上啊，就是这些都是可以属于这个受持的。那么这些就是这个其实很简单的，我们读一遍普贤行愿品，或者进行思维，或者听说啊，就这些都不是很困难的啊，就不是很困难。那么这个功德的话呢，是什么样呢？就是一般的这个实践的这个一些善知识也好，或者是声闻、缘觉。阿罗汉啊，就是这些的话呢，那么有多少功德呢？就是他们是说不清楚的，因为他的功德太高了，就是并不是他们没有智慧。我们都知道，就是阿罗汉的这种智慧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广大，就是非常的广大。他的是很多事的这个宿命的事也知道的，很多事以后也是知道的。这一点是不仅是阿罗汉，世间的一些仙人也是有啊。世间有些仙人的话呢，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嘛？因为那个他知道是前面的即时就是知道，后面的即时知道，他只是前世后世稍微短暂的，就是他就承认，就是所以外道的有些这个宗派当中也有这样的。但是像无数劫以前的话呢，他就没办法知道，在这个之前呢，就是他就根本就是无法预测的时候，他经常呢就是说是啊，这个人的前世是不是什么什么，就是他经常搞错的，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这个时间当中的这个一些智者也好，或者声闻缘觉也好，那么这些呢，念一遍普贤行愿品，或者是讲一遍，或者是自己受持的这个功德的话呢，他们的是就是确实是这个无法就是测知。啊，无法这个测知的，唯有的这个全知的这个佛陀的话呢，他才知道是啊，就是这个某某人呢，以前念过普贤行愿品，以前受持过这个普贤行愿品，因为这个功德呢，在无数的事当中，他在人间就是就是接受什么这个相好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然后是他这个财富啊，就是长寿啊等等，就是这么功德的，然后在这个人间当中也是接受什么的这个功德，他全部呢就是会知道的。佛陀呢，因为他是编制，就是一切的这个身世当中的这些扭转呢，就是全部都知道。除此之外的人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的。那最后呢，就是必定会是获得这个佛果，获得这个菩提正道的。这种道理的话呢，唯有这个佛陀呢，就是知道的。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藏文的这种译法的话呢，就是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千万不要产生任何的怀疑啊。就是最后呢，就是说是你不要这个产生怀疑，因为一般的。一些这个实践的就是愚者的话呢，就是对神圣的法门呢，就经常有一些这个怀疑啊。就像如大乘论里面呢，就是也说过，说是敦者心下列吧，就是闻者怀惊疑，就是惊疑是就是这种恐惧和还有这个疑惑的意思。真是佛者能者甚深啊，就是能者甚深啊，就是能者气甚深，就是说是真正的一些具有广大智慧的佛子的话呢，那么就是深深的，就是像《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到的那样的这个深深的道理的话，那就是完全是可以这个领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有一些这个就是
就思想这个狭义的人呐、那么他们呢，就是经常的确也对这个产生怀疑是这个有这种现象，但在佛陀就普贤行愿品当中的话呢，要求我们就是千万呢就是不要这个产生这个怀疑，就是这是佛的这个金刚语啊，就是金刚语。那么我们将来的话呢，必定会是就是得到这些的这个果报，所以我们听了这个颂词以后的话呢，我相信很多人呢就是以后在一生一世当中啊，或者是这个法院，就是乃至生生世世呢，就是会这个读诵啊，就是普贤行愿品。那么自己呢，就是经常就是也带在这个身上。我看有些道友是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到哪里去了都是让自己呢，就是带这个法本啊，就是带这个念诵的这个课诵记到哪里就是空的时候呢，就是都有自己的这个课诵啊，就每天都是自己就是会完成，就是非常有价值和有功德的这些经文呢，就是经常这个念诵的，就是而有个别的散乱的人的话呢，就经常都是没有什么，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的，就是非常这个轻松。但这一点的话呢，也许是可能真正的这个大修行人，就是大修行人的话呢，一切都装在这个光明智慧当中，就是心里面，就是所以不需要就是拜很多报复啊，就是不需要的，就是这个是我们也应该就是发清净心，就是他的这样的这个赤裸裸的这种这个觉醒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在新闻上也是不然就是看出就是也是这样。但我们一般的人呢，就是也经常就白天也好，晚上也好，就是经常就是念诵念诵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确实这个非常这个重要啊，就是非常重要。下面就是讲那个应该是我们课盘当中的最开始初山、中山、末山有没有？有吧？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末山就是这个总回向吧，忘了，就是反正是应该可以吧。就是它这里很多，藏地的这个有些刻盘就是方式是不相同的，但是我就这边基本上，以我的智慧来就是安利了一些里面的以上的这些刻盘，就是应该可以吧。那么就是就出山是那个就是包括普贤行愿品的名称啊这些。然后中山是中山这个经的这个意义，就是整个经义呢，就是分那个我们前面讲的是那个假心、真心、后心，就是这三个。然后摩山呢，就是真是那个大回向啊，就是中回向。那么中回向呢，就是也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回向众生暂时成就这个成就大愿啊，就是这个回向众生呢暂时成就大愿，就是然后第二个是回向众生究竟就是成就这个究竟这个往生净土吧，就是往生净土分两个方面。首先就是第一个，若人诵持普贤愿，无所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细节愿，成就众生清净愿。那么就是说那个就是如果这个有人就是诵持这个普贤行愿品或者发愿这样的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呢，那么普贤菩萨所这个就仅仅是读诵或者是这个意念或者思维的一个少分的这种这个善根让这个回向给众生的话呢，在一刹那间当中，就是在一念当中一切这个你的这种发愿呢，就是都会这个圆满的，让这些这个众生的话呢，会这个成就这个清净的这个大愿成就这个清净的大愿，就是那么这个韩文里面就是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讲，然后如果按照藏文的这个译本的话呢，就是我读诵的这个普贤行愿品，所这个积累的少许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回向这个众生让众生呢，就是一刹那间当中就是圆满，就是成就就是他的这个大愿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解释的话呢，也应该可以。不管怎么样解释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念了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善根让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的话呢，他们会得到了就是利益的
啊，就是得到了这个利益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就是现在这样，就是通过这个花园，通过这样的这种这个修持以后的话呢，就是世间的这些众生呢，就是他也是依靠这个发心的这个地势离合，依靠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力啊，在他相续当中的就是想获得快乐的，想获得这个就是清净戒律的，想获得就是各种各样的自己的这个所愿的这些众生的话呢，都会这个很轻松的，就是得到。所以我们经常呢，就是为了就是世界的这个和平啊，为了众生的这个安宁啊，为了就是让这个人们的这个幸福和快乐啊，让众生呢就是离苦得乐啊，等等等，就是以各种这个目的的话呢，四方的这些僧众和大德们呢，就是经常通过普贤行愿品呢，就是回向啊，就这是非常这个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呢，就是发了什么样的愿呢，都会这个成就的，就这是一个殊胜的这个愿气。以前我讲过吧，就是文殊根本训里面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诸法即因缘，诸于意乐上，好像在前心里面也用过吧，就是何处发何愿，必等成就吧，就是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一切法呢，就是实际上是依靠这个因缘的啊，就是依靠这个都是在这个建立在因缘上的。那么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发了什么样的愿，然后呢就是你这个发了什么样的这个心的话呢，它因缘成熟的时候一定会这个成就的啊。比如说我经常呢就是发愿，就是受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的话呢，那么生生世世就是成为这个受持清净戒律者。我经常发愿呢，就是我生生世世通过布施来这个利益众生的话呢，那么也同样就是会这个实现的。所以我们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在寄生当中也是就是愿大利大，就是可以这么说啊。就我现在呢，就是一定要像这个，比如说我建立一个什么什么的这个公司也好，我建立一个什么道场呢，一定要就是利益很多的这个众生的话呢，虽然我是一般的一个普通的这个人但是后来呢，就是的确就是非常这个希冀般的，就是很多的这种愿呢，就是会这个实现的就会这个实现的。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发愿的力量呢，就是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就因此。我们曾经也是经常讲过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跟这个很多僧众就是一起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发愿，或者说是就是到了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殊胜的地方，就是以前这个高僧大德所加持过的地方或者说是以前这个诸佛菩萨呢就是所加持过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些就是特别有价值的一些这个佛像佛塔佛经在这些面前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自己做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供水、供灯、供香当，就是表示象征性的，就是做一些这个供养。然后的话呢，就开始这个发愿就是发愿。所以我们就是以后就是如果自己有机会，就是潮汕也好，有机会呢，就是拜见一些就是非常这个公认的一些大成就者也好，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发空愿就是不合理的什么都不发愿，给我加持一下，给我加持一下就完了，就是也不是这样的，应该在一些殊胜的这个对境下面呢，就是自己这个发愿的就很重要的。同时呢，就是这个发愿，我以前也讲过，就是千万不能就是发恶愿发了恶愿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就是有时候是在这个在看到一些历史的话呢，就是也会成就的，就是所以说这种这个恶缘呢，就绝对是这个不合理就是一定要就是发愿这个回向，而且这样的这个发愿回向的话呢，为利益众生而这个回向就为利益众生呢，也不是就是个别的这个众生，原来也有这种说法吧，就是说是什么那个无相这个禅师。有一次跟那个就是有一个农民吧，就是他的好像妻子去世了，然后呢就是让这个无相禅师来这个超度，就是回向善根，就是跟他进行这个共在，然后就回向年纪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丈夫呢就是问了法师说是你今天就是超度我的这个妻子，就是是不是很成功的？你回向好了没有？他说是我回向好了，就是我就是这个普利
一切众生，就是以你的这种妻子为主的，就是一切这个众生呢，就是得这种这个善根，就是回向。然后他就很不高兴，就是他说、那这样肯定是不对的，我妻子是心态很较弱的，就是你如果就是把三根全部回向给所有众生的话，他肯定接受不了的，就是他肯定就是接受不了的。你可不可以就是把这个众生所有众生的这些三根就赎回来，就是单独回向给我的这个妻子？后来就是这个禅师呢，就是给他也讲了很多的道理，就是这样的话呢，对你的这个妻子也没有意义。就是如果像阳光呢，就普照整个大地的话呢，那么就是照大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也是在其中的一个生命，就是通过这个饶于别人的这种力量的话呢，就其实他得到的这个力量是更多的。就是后来就是他这一段呢，就是勉强就是已经这个答应了，但是他还有后面有个要求，就是他说呢，那你这样这个众生回向一切众生的时候呢，我邻居呢就是什么姓赵的这个人呢，就是对我特别不好，就是他经常就是想害我杀我，就是你可不可以就是把所有的众生里面就是把这个人呢就是抛开，就是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回向给他。然后呢，就是禅师又开始给他进行一番，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吧，就是所以我们世间人呢，的确也会可能有这样的，我们要回向所有的众生的话呢，在所有的众生里面呢，我又特别贪着的，就是他应该得的多一点，然后我特别不愿意看到，不愿意这个平时就是与他交往的有个别特别坏的人，就是那这个人最好不要让他得到，包括他的话呢，我也有点就是不愿意，可能我们有些人没有发大乘心的人呢，也会有这种情况，但这些都是这个有度的回向啊，就是应该最好的回向是无愿当中这个回向。但如果我们暂时不能做到这样呢，也是普贤菩萨怎么样回向，文殊菩萨怎么样回向的话呢，文殊菩萨绝对不会就是他回向给我家人就是为主的，就是他首先把跟这个自己的什么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呐、或者说是对我这个损害的这些人呢，把他除开，就是然后其他的所有的众生就是回向。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到时候一个一个算下来，就是可能就是剩不下几个了。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就是回向的时候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就是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们刚开始初学的时候呢，确实有些佛理呢就是不懂，就是不懂的时候呢，往往都是认为是自己以前的一些就是这种这个非常这个自私的一种这个心态，或者是很顽固的一种这个想法来就是退啊，就是这就是不合理的一种回向。因此我们要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就像这个我所得到的这个一切的这种善根啊，就是读诵也好，思维也好，凡是与他这个结上三愿的这些所有的回向呢，所有的这些善根呢，普愿就是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尤其是对我关系不好的，对我经常那个。好像就是自己心里面就是连见都不愿意见到的这些众生的话，先应该让他得到。就是如果你用一个特别广大的这个心态来，就是进行就是对他布施和回向的话，那这个所成就的这个速度呢，是更快的啊，就是会快速的，就是一念间呢，就是让把所有的这个愿呢，就是也会这个实现的啊，就是这是第一个这个回向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回向这个众生究竟就是获得净土啊，就是往生净土，就是这个回向。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是我此普贤，殊胜信呢，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曾你诸众生，殊往无量光佛刹，其实藏文当中后面还有一个偈颂，这是，据说是那个罗钦这个大意思贝若赞呢就是放的，但我们这个韩文里面呢就是没有，就是所以我们这次用韩文的这个华严经，就是作为这个主要这个所讲的法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呢，说我这次这个应该就是。我此普贤心愿的话，那么普贤菩萨当时发愿的这个普贤心愿大愿就是这样也可以。我是指的是普贤心愿，普贤菩萨就是发愿者，就是这样也可以。那么这个我此普贤心愿不变，或者说是我
我这次念诵，但藏文当中好像是我这次这个通过这个修持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就是功德回向给无边无际的众生，就是应该可能藏文当中应该这样，就是这样可能好一点。然后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次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修行啊、念诵啊，还有这个听闻啊、思维啊等等，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这样的这个大愿，就是其实这个大愿的话，表面上看来就是还是好像那个汉文当中的是5000来个字吧，包括长汉文的，但这个实际上是像以前的那个清凉国师啊，就是他们都是把它当做是这个小华严经，就是那么就是光是这个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话呢，也算是就是念了这个一遍华严经的有这个功德。我们藏文的这个大藏经里面的话呢，也是有这个普贤行愿品。藏文大藏经呢，现在是好像有四大汉，就是四大汉的最后一个那个最后一个华严经里面呢，就有这个普贤行愿品。就是以前这个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呢，我特意就是翻阅那个华严经啊，就是藏文华严经和汉文华严经，那个时候是比较这个精进吧，就一直这个翻阅了很长时间，就是当时那个。发现那个就是在藏文和汉文里面，就是都有这样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就是普贤行愿品。那么普贤行愿品的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大愿心呐，那他的这个功德和他的福德的话呢，我们前面也讲了，是可以说是就是无法用这个时间和无法用我们时间的一种这个语言来这个表示，就是无量无边的。可以说我们念一遍的修一遍的这个功德是的确是无量无边的。有时候我经常在想，其他我们什么的就是不会修的话呢，光是每天的是不间断的，就是念诵，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功德的是可以说是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啊，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样的这个无边的这种这个功德呢，就是全部这个回向回向给什么呢？就是回向给这个所有的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那么这些众生呢，实际上是他们沉溺在这个轮回的大海当中就是他们呢，就是经常感受这个生老死病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以致呢，就是无法这个救度就是在这个沉溺在这样的这个轮回的大海当中，以致呢，是无始以来的是他们就是在那里就是受苦的，让他们呢就对我们回向给他们回向给他们以后呢，让这些众生呢，就是在很快的时间当中依靠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这个加持力，就是都要这个往生的这个极乐世界。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汉地也好，藏地也好，就是很多这个高僧大德呢，就是一颗同声的说，这个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呢，就是会这个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你们如果能那个看那个长行文里面的话呢，我记得也有，就是比如说我们人这个死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诸根也是会这个衰退的，所有的这个情欲也是没办法的，就是会远离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威力这个诚实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种就骏马等等，就是一切的话呢，全部都是就是完全就是舍弃的。那么唯一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大愿望就是不会这个舍离你，而且呢，就是他是在一切时候呢，就跟着你，就最后呢一刹那间当中的是就往生这个极乐世界，这就是的确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一辈子这个修的话呢，我们这一辈子辛辛苦苦的其他的所有的事情呢，当你死的时候呢，就是像翻天覆地般的，就是全部都是放在这个留在这个人间的。唯有的我们的这个心持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念诵的这一点的这个功德呢，会跟上你，就是跟上你，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自然而然的是往生极乐世界。到往生极乐世界时候呢，就像《华严经》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你就亲自能见得到什么这个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还有这个普贤菩萨，就是众菩萨和这个佛陀就见到之后的话呢，一切这个功德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具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回向就是菩提的时候呢，就是发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很重要。法王如意宝也是一辈子开始这个修这样的这种大法。以前那个萨迦派的有一位就是大德，我今天刚找到了那个他的讲义，就普贤行愿品的，但我已经就讲完了，就是我觉得
就是他讲的比较广，我原来一直想是，结果我自己的这个书里面就是才找到的。我打听了很多人，就是听说那个讲义比较广，本来我印度的好几个讲义都是有，但是后来就今天刚找到，最后我就看了一下结文，就是结文里面就是说是有一个大的，也是讲过，就是说是每天都是念3遍就是普贤行愿品，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像面前呢，就是自己这个好好的行持这个3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修一个往生法的话呢，那这个人是决定会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毫无疑问的，就是也是就是讲的特别这个清楚。我想我就是得到这一句话，也是就已经这个满足了，就是其实真的那个就是好像以前这本老的那个弟子也是说过，就是说是本老就是现在好像105岁的时候，还是在当时啊就105岁，他好像106岁的时候圆寂的吧。105岁的时候呢，就是早上4点钟起来，就是念那个就普贤行愿品这几十遍，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一直这个念普贤行愿品的，包括以前那个萨迦班智道的话呢，也是一直这个修普贤行愿品，就是后来是他用天人的这个语言来给众生就是宣讲普贤行愿品，也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法，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现在的那个伽玛巴德斯好像说是用那个血和还有这个红墨就是一起，就是我那天看到一个那个在什么这个资料还是网上就看到，就是他也写的一个这个普贤行愿品呐，就是还有那个我原来讲过那个本老呢，就是也是写的这个用本老是真正这个用自己的这个血啊，就写的就是普贤行愿品。其实高僧大德们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是把这个普贤行愿品就是去传习。就我们也是从现在开始呢，就是特别希望就是每个人就是有生之年当中好好的这个发愿，你临终的时候也是就是唯一的，就是依靠这样的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往生呢，就是安详的这个往生，就是这一点呢，就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想呢就希望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是就是尽量的这个不间断，就是为什么上师如意宝讲，就是即使他传的法不多的话呢，一天的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念诵没有间断的话呢，那么就是获得一天的是完全有意义的。就是说过这些金刚语的话呢，就是现在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对我来讲是还是这个记忆犹新的，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就是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经常的是这样讲课呢，就是不一定有这种因缘，就是讲课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也是这次这个普贤行愿品用汉语来讲是第一次，就是也许是就是最后一次，所以我的这个语言呢，就是也许有人就是相信，也许有人不相信，但不相信的这些人呢，没有理由，就是因为我有校正和例证。开玩笑所以希望呢我们就是很多人就是应该用正面来就是理解，就是知道就是普贤行愿品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当然这个是前世，如果你这个投生到这个旁生当中地狱里面呢，那这些人的话呢，寄生当中对神圣的这个原文呢，不一定马上就是让这个心，但逐渐自己好好忏悔的话呢，那么慢慢就是对这个大阎王，就是即使你遇到这个法，听到这个法，看到这个法本的话，那也是一定会是有这个善缘和有这个善根的。因此呢，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希望大家好好的这个去修持，同时呢，自己有能力的话，我刚才讲了，就是不要以自私自利和自我宣传的目的，应该以自己有能力的话呢，哪怕是就是一个人也是给别人这个传讲就是佛陀在《宝积经》里面就是讲了，就是这个大乘佛法的话呢，就是哪怕是给一个人讲一个颂词就用4句的一个颂词的话呢，他的功德远远就是超过就是就整个这个七宝呢，就是遍满这个世界而供养如来的功德就所以我想我们就是很多人都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也许呢就是能找到一个徒弟就是找到一个徒弟的话呢，你就把他就是应该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实在不行的话呢，你多给一点钱，就是你一定要就是给我听课，就是然后我给你就是做这个6度4摄嘛，就是4摄的话呢，就是那这里还是需要布施，就是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就是花钱
钱就是做什么其他的这个功德。如果你花钱就是做佛像这些事实在有困难的话，那就是专门花钱呢，就是我给你10000块钱，你可不可以听一堂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课的话，那也许有人听啊。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大家还是应该想办法摄受弟子，就给别人就是至少也是一辈子当中传讲一遍。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和机会的话，那就是自己就是念诵，就是或者呢就是观想这个废人，就是在废人面前自己就讲一遍。开玩笑，有些开玩笑，有些是我是真是这样想的，就是所以呢，一定要就是好好的弘扬，就是自己好好修持吧。就是普贤行愿品的功德确实非常大。那么这次呢，我们已经这个传讲圆满了，也很感谢，我也没有花任何钱，就是你们听了就是这样。话对我来讲也是个很好的这个机缘，就是创造这个机缘的话，那我也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然后也同时这个感谢一些我们这个除了人以外，就是每个人就是传讲佛法的时候，旁边也有很多这个非人啊、贵僧啊，也有很多。那么一定会是也感谢，就是他们就是来这个听说这样的这个普贤行愿，就是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完了以后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也会向就是天下无边的这个所有众生就是就讲到这里吧。所能得一汤吃四百年，同能那边占那盘是，今儿干难起让龙出吧，这本从来着哇着修。